你们知道吗？最近我们北京的大龄专场相亲活动，又是女生爆满，但是男生呢，就生的少的可怜啊！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系，愿意来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个场面太尴尬了啊！在场的女生们真的是也个个都非常积极的展示自己，但是男生们呢就显得很冷淡。其实从条件上来看，这些男生有好多确实还不如这些女生，有几位算是入得了眼。但是活动快结束了，他们连一个女生的微信都没有去加，估计都是没有看上呗那我就特意去采访了一下这些男生的想法，结果发现他们就是来碰碰运气的。如果在大龄女生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呢，也可以考虑，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觉得一个都看不上。男生们认为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年龄，而是他们的生育价值真的所剩无几了。生一个孩子可能是没问题，但是生2个的话估计就悬了。所以一个长得漂亮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大龄女生勉强还能凑合至少呢看着顺眼嘛。关键的是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她不觉得自己颜值差但是她们在婚恋市场已经没有了竞争力，却仍然呢不愿意降低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要事业要情商高，样样都不能少，还想花男人的钱，即使她们自己也不缺钱也不缺房也不缺车。大龄女生非常看重物质的，但是年纪长相情商又配不上她的理想问题就是她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仍然会以为自己阅历多思想成熟就应该配得上优质男。其实大多数的剩女并不漂亮，只是她们自己认为自己漂亮，工作能力强，有房有车，也不是男人找女人的刚需结果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的女生还要高。那自认为阅历丰富，只不过是情感经历丰富嘛。对于优质男人来讲，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低价值的。这些大龄剩女呢，总以为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才找不到好男人，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缺点，他们自己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大家说是不是呢？这样的奇葩你们有没有见过呢？北京有一个90年的男生呢，经过他的父母介绍认识了一个98年的女生。他们双方呢聊天大概聊了2周左右这个姑娘总算是有时间出来见面了。2个人呢就约在饭店吃饭嘛男生呢就比较客气为了展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嘛，就让女生点菜。这个女生一点就点了7、8个菜一看这个量，他俩根本就吃不完。但是呢这个女生点完菜以后还跟男生说，你知道吗，我本来是不想相亲的，就是为了来应付一下我爸妈，他们非逼我来的，天天在我耳边嗡嗡嗡的，实在太烦了。然后男生听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回去女生就很吃惊，这不是刚点完菜吗？男生说你可以不吃然后就对服务员说，你过来把这些菜全部打包了。女生看了一眼说，哎呀，你其实也不必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做朋友呀。男生说不用了吧，我朋友挺多的。然后呢打完包就走了，把女生一个人留在这个餐厅里。咱们觉得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昨天呢有一对来相亲的女生屁股都没坐热呢，男生转身就要走。2个人刚刚坐下，男生就问女生工资多少，女生说大概5000多。男生就接着问，那你们家庭条件是不是特别好然后女生说我没有我们家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生听完就迟疑了一下就说，那我一会儿还有事那我就先走了，咱就不聊了。然后女生就说，你啥情况一来就问收入，你是来相亲还是来找富婆的呀？男生说，你别误会我就是觉得我们俩可能有点不合适。女生就很纳闷，问你觉得就哪儿不合适男人说，你要是非要问的话呢，那我就给你讲一讲我一进来就看到你背的这个包包了，至少这个包都得3、5万，但是你的工资只有5000多呀，而且你的父母还是普通工人，家境也不算富裕。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买个几万块钱的包包背，无非就有3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可能哪个大哥送你的，那为啥大哥要送你这么贵的包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对吧？心知肚明。第二呢，就是你可能是刷信用卡分期买的，那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还不得跟你一起还呢。第三呢，就是这个包可能是个假的，如果说咱买不起咱不买也罢了，那非得买一个假的充面子，那不是就很虚荣吗？女生就很不服说，那这是我自己攒1、2年前买的，还不行吗？男生说，那你如果每个月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1、2年，
就为了买一个华而不实的包包，那也证明啊，我们的消费观真的不合适。大家觉得这个男人的判断对不对呢？姑娘们哈，怎么看一个男人能不能跟你共度余生呢？真的不是完全看一些外在的条件。我在北京红娘生涯10几年了，我看到了很多分分合合。你找对象列出来的那些条件，只能帮你筛选出一个硬件条件符合的人，但是呢，他筛选不出来一个人的人品、性格和三观。下面的话哈才是重点，希望你能把它看完。看一个男人能不能跟你共度余生，不是看他送了你多少礼物，更不是他会不会说情话，要看你生气的时候啊，他是什么态度。如果你一生气他就逃避，只会跟你讲道理啊，为自己开脱，甚至呢发脾气搞冷战啊，最后呢逼着你妥协，那他一定不是一个良人，因为他只会在你身上享受爱情的甜，却无法接受生活带来的苦。生活并非只有风花雪月、浓情蜜意，对吗？生活中有风有雨啊，也有阳光，没有天生的合适，没有那么多的绝配，只有各自的温柔和让步。男人最好的聘礼呢，是一生的包容；女人呢，最好的嫁妆是一世的理解。真正合适你的人，不是那个爱而不得又念念不忘的人，而是在你的人生低谷的时候，仍然愿意陪伴在你左右的这个人。遇到对你好的人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遇到一个始终都待你如初的人更难。你们说对吗？87年的女士相亲到底有多崩溃？在北京哈，这样的女生太多了。她们刚来的时候呢，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找个能力强一点的喜欢条件好的外形条件呢顺眼一点的。结果见了几个这样之后，没有一个愿意跟她继续谈的。后来呢，她又会降低一些条件哈，可以不看眼缘了，条件呢跟自己差不多或者差一点的也行哈。但是她发现，她虽然降了条件，但是仍然非常的难。遇到最多的呢，就是一些有点奇葩的男人，比如说奇葩的言论啦，奇葩的想法啦，奇葩的认知啊，甚至很奇怪的性格。他想遇到一个正常的都不太容易。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求一降再降了，仍然找不到对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降低要求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你年龄增长的速度啊！大家说对不对？听说了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哈，外国姑娘呢用超低彩礼攻占了中国相亲市场，国内的小伙们真的是有福了哈。最近呢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哈，国际婚姻啊开放了，外国媳妇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不少人啊开始炸锅了啊！为什么呢？这些洋媳妇儿啊，他们什么都不要啊，不要求彩礼，不要求车，不要房，在部分人的眼里啊，这不就是来搅局的吗？尤其之前有个俄罗斯姑娘嘛，因为人家不要彩礼，被喷得狗血淋头，说她在扰乱市场啊。有男网友啊就跳出来说嘛，外国女友就是好，尤其是东南亚的啊，踏实能干，要求也低。咱农村小伙啊，说到彩礼、房子、车子，样样都是硬伤啊，根本就承受不起国内女生的这些要求，只能歪曲啊，图个负担轻点嘛。但是很多国内的女网友啊，他们就不买账了哈。他们觉得外国的妹子哈，语言文化又不通，生活习惯差异又这么大，你娶回来不是更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吗？你们这些男的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些问题？男女之间啊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哈，但是外娶已经成风了啊，是铁定的事实，已经有数据证明了嘛。可能啊这个数据会亮瞎你的眼睛哦。2018年外娶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外嫁，2019年男人外娶 2.9 万，比外嫁要多了1万多。中国男人啊近 60% 都是愿意娶一个外国媳妇儿的哈。听说在广西啊非常逆天，有10对外籍婚姻里面就有9对是越南新娘。地方上呢甚至会流行这样一句话哈，没娶个越南媳妇儿回家啊都好像不好意思说自己结婚了。为啥这么火呢？你想想，越南他那个月薪啊还不到2200元人民币，国内的月入过万的小伙在相亲市场上几乎没戏。但在东南亚姑娘的眼里啊，月入5000都已经很香了，什么车呀房啊彩礼都不用哈，只要看中了就愿意嫁。而且呢不只是东南亚，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女孩也都抢着要嫁到中国来。其实说实话哈，中国男人在国际上的口碑还真是不错的。在国外妹子的眼里呢，欧美男人太随性了 hold 不住，日韩的男人呢大男子主义啊，太难受了，中东的男人就没法提了哈。那所以中国男人呢既勤劳啊又体贴，还很上进，对女人还很温柔，就是他们的梦中情人啊。
在俄罗斯如果两家合得来的话，女方的爸妈还愿意倒贴买房买车，就为了找个踏实的人家啊，让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点。对比咱们国内哈，形势真的有点心酸。有些城市的男女啊，比例都高达1比40了。那些年薪20万以下的小伙子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反观那些月收入才3000的小仙女啊，却嫌弃那些月入3万的小伙子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哈，没有豪车，没有豪宅。那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呢？你们猜怎么着哈？又来了一场相亲现场爆笑剧。39岁的男士和36岁的女士呢，第一次见面啊，就在咖啡馆里。哥们儿一开口啊，就问你房子买了没？女士回答说没有。北京的房子这么贵，哪是能想买就能买的？然后呢，他紧接着又问那车呢？女士依旧摇头嘛，还是没有买，也摇不到车牌号呀。接着呢，他就瞪大了眼睛，那你有存款吗？女士就很无奈说我也没啥存款。这下哥们儿就马上说不好意思，那咱俩不太合适，不过呢，看在媒人是我二姨的份上，咱俩就稍微坐会儿就走吧。于是呢，就开始低头玩手机了，再也不抬头。这时候呢，女士憋了一肚子气没忍住，开始反击了，说你一个大男人相亲就一个劲儿对一个女生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还想着蹭吃蹭喝呀？条件好点就牛气冲天啦，我是个女人，嫁汉就得穿衣吃饭，你不懂吗？你凭啥这么拽？这哥们儿立刻就怼了回去，你说啥？我蹭吃蹭喝？你看看你自己，都36岁了，工作10几年每个月的工资攒不住，花得光光的，从来没有想过买房买车，还没有什么存款。你不就是想着以后能找个老公让他给你买房买车，给你彩礼就完了呗，对吧？你的思想其实还停留在旧社会，知道吗？都什么年代了，男女其实是平等的，好不好？我读书你也读书，我赚钱你也赚钱，甚至可能你赚的比我多。以前女孩子连驾照都没有，现在呢，不但能开滴滴还能开动车，还能当宇航员，开火箭呢。国外还有女总统。既然都男女平等了，为啥光让我一个人买房买车呢？你根本就是想索取啥都不想干，那我还谈什么呀？女士立刻就反驳了我是女人呐，我是要生孩子的呀，男女真的能平等吗？生孩子可是跑了一趟鬼门关，难道你们男的不应该补偿我们吗？这哥们儿就说了别，我可不一定想要孩子你生的是孩子，你又不是生的我，你找谁补偿我又不指望着他给我养老而且现在很多都是养儿啃老，你知道吗？以后真的赚到钱愿意孝顺你，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说要补偿，那我不应该得补偿我妈吗？对吧？这男的真的是太会怼人了，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对吧？但是大家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梦游二婚女相亲条件又把相亲男人给雷翻了。这是一个男网友的亲身经历。那天呢，36岁的二婚女跟这个30岁的二婚男呢，他们约着线下见面。之前两个人一直都在网上聊的，2个多月了终于要奔现了还是有一些小激动的。两个人呢就约到了一个公园，男士呢就先到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女士呢终于来了。结果呢，他说是因为路上太堵了所以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其实没太在意嘛想想大家都是来相亲的嘛，就相互说说自己的要求什么的。毕竟呢网上聊了很久，聊的也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这回呢就大家说明白好了开诚布公的。男士呢就让女士先说，于是这个女士就说之前呢自己说的自己是30岁，实际上呢是36岁不过周围的人都说自己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28岁的样子。问男士能不能接受他这个年龄，男士没有接话说那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和要求就一起说了吧。于是这个女士又说我呢个人对另一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就几点。一个呢就是在城里必须有2套房，因为自己是独生女，以后呢想把农村的父母接过来养老，男方的房子有一套必须要写他的名字这个呢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全感，为了保障嘛，毕竟已经离过一次婚了再有呢就是结婚后男方的收入和财产都得让他来管理，怕男方乱花钱，自己呢感觉不踏实。最后就是结婚还是要彩礼的，不会很高，20万就够了。听到这里男士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你说你36岁长得像28岁的，那我要是告诉你
人家都说我虽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我长得很像有钱人，你能接受吗？还有啊，你说我的房子写你的名字是为了你的安全感，那我的安全感不是就没有了吗？对吗？谁也不想再离婚，但是谁也保不准还会不会离婚的。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我还见过一个离过4、5次婚的人呢，那你怎么说呢？最后你说你要的彩礼不算多，也就20万，你知道一个男的要在城里买2套房，还得给你准备20万彩礼啊，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的人？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还会站在这儿跟你相亲吗？就在这时候，老远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就冲着这个女的叫妈妈妈妈。你说让我跟小朋友玩会儿，可是他们都走了，我就过来找你了。男士这会儿才恍然大悟说啊，你还有个孩子呀？女士这会儿就一脸的尴尬哈，说啊，是的，我女儿都5岁了，刚才呢就是在哄她，所以我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啊已经完全下头了，说自己还有事哈，转身就走了。我说哈，现在有些人你出来相亲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大家都很理性的，没有谁那么容易被骗的，好吗？相亲现场哈总是这么狗血的吗？27岁的姑娘跟30岁的小伙相亲哈，刚刚坐下来相互寒暄之后，两个人就有点找不到话题了。然后这个姑娘呢就灵机一动哈，那就跟那些视频里拍的哈，真是一模一样的哈。说那咱俩都是来相亲了嘛，要不然就说说条件，说说要求吧。要不你先来吧。于是呢，男生就开始说自己嘛哈，说那个自己现在在租房子住哈，也不太喜欢开车，上班呢坐地铁挺方便的，工资大概20万哈，就这些吧。然后自己呢想找一个不物质的姑娘哈，性格好一点的，能一起同甘共苦的，能过日子的。女生听到这儿啊，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啊。她说不是吧，媒人明明跟我说你条件特别好，是个富二代，怎么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呢？我倒不是说我非得找个富二代，但是咱们得诚实一点吧，实话实说不行吗？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那还大老远跑来相亲干什么呢？要真是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于是男士说那抱歉哈，我的别墅呢是在郊区有500平，上班因为太远了，所以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住，方便嘛。我的车呢是劳斯莱斯，但是现在在单位上班不太方便那么张扬，而且租房子呀离单位特别的近哈，没有必要开车，地铁2站就到了，也很方便的。收入方面的话呢，工资就是这么多，家里的公司呢也有个职务，所以1年大概有200多万的收入。这个时候这个姑娘啊，她的脸色才正常了。于是她就说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学历呢是硕士，收入跟你呢是差不多的，我的条件呢就这样哈。我的要求呢跟你说一下吧。第一呢，我结婚的对象呢必须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房产，婚前呢其中1套要加上我的名字，另外1套呢最好是以后父母退休了也可以过来生活，可以来住一住的。第二呢，我们老家那边呢彩礼是50万，婚礼呢是男方来操办。第三呢，婚后你的工资卡得交给我来管，家里的资产呢我也要参与支配。第四呢，我不太擅长家务，最好婚后可以有保姆管理家务事。第5呢，他还没说到这一条哈，男生就开始打断他了，说我觉得你的这些要求呢我都能办得到，但是我有点犹豫哈，我想冒昧的问你个问题。女孩就很自信的说了什么问题啊？你说吧。男士说，请问你的这张脸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啊？现在正常人都变少了吗？来相亲的男生女生经常说现在找个正常人谈恋爱都非常的难，真的那么难吗？男生是这么说的现在的女生要么就挺渣的男朋友同时谈好几个，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把自己当哪个要么呢就是遇到很捞的天天跟你要这要那物质的不得了，跟他在谈恋爱太穷了根本谈不起，最后可能一句话不合适让你人财两空。要么呢就是遇到普信的天天觉得光棍3000万自己根本不愁嫁，得好好挑挑选选，各种 PUA 你打压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什么都不行。还有慢热女明明就是不喜欢嘛说自己慢热，要男生的态度找到感觉才能确定关系，就不知道要谈到猴年马月了他才能有感觉。总之呢也等不起还有呢作女，谈个恋爱吧把男人当奴仆
啊，各种要情绪价值，各种宫廷式的伺候啊，各种当跟班哈，男人们还受得了吗？啊，那女生怎么说的呢？啊，也有不少怨言哈。他们说现在啊，抠门男士最不能接受的哈，舍不得花钱啊，拿不出态度，还要求女生跟他谈恋爱确定关系，怎么可能呢？什么都不想付出，就想得到结果了啊，不播种啊，还想收获呀，纯粹就是想白嫖嘛。谁又不是傻子，好不好？还有那种凤凰男一毛不拔，还想跟女人蹭吃蹭喝啊，动不动要搞个什么项目，还让你投资给他花钱，一副想吃软饭的样子真可恨。还有一种巨婴男，可千万别碰上了，他可是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的，内心就是个小男孩，情绪不能自理，生活也不能自理，最后给你扔个烂摊子让你收拾啊，谁受得了呀？最可怕的就是渣男了啊，那手段太高明了，话说的好听，事儿做的好看啊，钱呢也会给你不少花，但人家就是跟你玩玩啊，不会把你娶回家。最后呢，还有一种摆烂的啊，躺平了，你爱谁谁吧人家就像爷一样的心态，不追求不讨好，你愿者上钩吧，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生娃也能过得很潇洒，一言不合就冷暴力啊，懒得理你，佛系人生了啊。咱就说说这世上还能有正常点的吗我都替他们着急了，真的是挺难的。